Hello， 各位，这是索尼回音壁 HT-A9000，这是低音炮 SW5 和 SW3，这是可以和它搭配的后环绕音箱 RS5 和 RS3S。总有人问我它们之间应该怎么搭配、怎么选，今天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视频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主回音壁 A9000，第二部分是2对无线后环绕音箱的区别和2只低音炮的区别，第3部分是它们之间要怎么搭配，分别适合什么用户。也就是我总结的索尼回音壁套装选购指南。如果你只想要结果，可以跳到对应的时间；但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看完这个视频就会对索尼家庭影院生态有自己的理解，然后根据需求来做选择。这个视频很长，我宁愿牺牲完播率也要做得很详细，就是希望它对你真的有用。A9000相比上一代旗舰 A7000 长度没有变，还是 1.3 米，但内部结构和声音单元全部重新设计过了，所以深度和高度变小了一点，看起来更加修长。外观从 A7000 的镜面材质和金属网罩变成了全身织物包裹，所以它不会再反射来自屏幕的光。整个回音壁的存在感变低了，看电影玩游戏的时候你不会注意到它，会更加沉浸在内容中。A9000 和索尼 A9M2 一样，有一进一出2个 HDMI 2.1 接口。这个接口除了支持 4K 120Hz 以外，完全支持 VRR、ALM、SPTM。我认为这是索尼回音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真正的支持 HDMI 2.1 的这些特性，而不是只给一个 HDMI 2.1 的接口。这在回音壁产品里显得格外的稀缺，但又很重要，特别是对于 VR 的支持。比如说你用串接的方式把 PS5 连接到回音壁上，也能正常的开启 VRR， 让电视的刷新率和游戏帧率保持同步，这会让整个画面的流畅度和操作手感明显变好。我之所以说今年的 A9000 是大改款，不是单说它外形的变化，主要是因为扬声器的单元重新设计过了。上一代 A7000 的左右声道分别是2个全频扬声器，那 A9000 变成了一个高频和一个面积更大的中低频扬声器，中置声道也从一个全频2个低频变成了一个高频和2个中低频扬声器。向侧面发声的波束高频扬声器保留，侧面的左右又各加了一个实体扬声器。这对于使用单条回音壁来说，侧向环绕声的反射会更加的明显。天空声道的扬声器没有变，但在旁边的上下各加了2个，总共4个被动振膜，以增加单条回音壁的低频表现。其中新加的这3个高频扬声器显然对于声音的高频延展很有效，对于日常使用来说，音乐表现会比上一代回音壁更强。在一些音效制作好的游戏中，以往被忽略的细节也会更容易被听到。Come here。 就是这个场景，这个艾丽在走路的时候，她身上的这些小零部件、金属器件互相碰撞的声音，细节非常好。可以听到非常细微的轻柔，但是却很清晰。从 A9M2 开始，我就发现索尼的这一代回音壁在操控体验上是一个跨时代的变化。A9000 也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可以用 Bravia Connect 这个手机软件，它把所有的信息和设置选项都集中在手机上显示。比如说你目前的播放设备输入给回音壁的是什么音源，以什么方式来输出，你的无线后环绕音箱和低音炮是不是正常连接，后环绕的电量还剩多少，还有其他很多控制选项，这些显示和操作都相当的直观。如果你的电视机不是索尼的话，可以单独的管理音响系统；如果电视也是索尼的，可以把回音壁和电视统一到一个界面来管理。比如说调整图像模式啊、亮度啊、HDMI 设置等等，电视机的各种设置也在这里。这可比遥控器去找各级菜单要好用得多。其中显示音源的格式我认为非常重要，因为我知道正在播放音源是什么，是2声道的还是多声道的，有损的还是无损的，就知道我设置一个什么声场输出能得到一个最优的效果，把回音壁的实力给发挥出来。如果你对多声道的音频格式有了解，就能体会到它的可玩性很强。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以后我专门做个视频把这些格式全部过一遍，这也是玩家庭影院的必修课。还有就是索尼回音壁的特色功能智能声场优化，今年也升级到了 2.0， 在这个界面你就能找到它。它会根据你的房间、音响摆位计算音响之间的距离，还有你坐的位置，配合我们的手机麦克风就可以自动校准，使整个音响系统达到最好的听音状态。这个过程很快，用起来也并不复杂，所以在第一次开机使用回音壁或者音响位置移动之后，都最好花几分钟来校准一下。
目前 Bravia Connect App 支持的回音壁和电视型号都在这里。上一代的 A3000、A5000 和 A7000 还用不了这个软件，还是需要用遥控器在电视界面设置。这次 A9000 使用的和 A9M2 一样，是 2.0 的中置声场同步。简单说就是通过这条线连接回音壁主机和索尼电视的 S-Center 口。开启这个功能之后呢，电视可以和回音壁同步发声，把声音拉上来一些，听起来有屏幕发声的感觉。少爷，少爷，过来一下。我现在正在忙，有悄悄话要跟你讲，来嘛，来一下。索尼的 AI 语音增强 3.0 可以单独调整人声的音量，明显的让人声的对白更清晰，特别在复杂场景下，听清楚对白是很爽的。我觉得这个功能对于码率不高的片源效果最明显，比如说流媒体片源，不管是2声道的片源，比如国内的剧集，还是多声道片源，比如说国外的流媒体，都很有效。The youngster finds himself in the middle of target practice. The youngster finds himself in the middle of target practice. The youngster finds himself in the middle of target practice. This cowboy is an expert marksman. This cowboy is an expert marksman. This cowboy is an expert marksman. Fixated on his target, he's oblivious of the kangaroo rat inside one of the old cans. 但是因为这个功能需要索尼电视芯片的处理，所以必须满足几个条件才能开启。第一，支持以下型号的索尼电视和回音壁。第二，需要用索尼电视直接播放片源，或者你用外部播放设备也可以，但是需要以音频回传的方式来连接。第三，需要在电视的音频输出设置里面选择自动，不能是传递模式。这样的话，片源的音频会先经过电视的芯片 AI 语音增强 3.0 处理之后，再回传给回音壁。当然，如果你的片源本身就很好，人声就很清楚，也可以关闭 AI 语音增强这个功能。电视机这里还是选择传递模式。传递模式就是让电视把片源的声音信息通过 HDMI 1.2 口原封不动的传递给回音壁，让回音壁来解码音频，这样 App 里面才能正确的点亮片源的音频格式，来获得最好的声音效果。索尼家庭影院的无线后环绕音箱和低音炮可选产品有4个，我们可以简单的叫它们为 RS3S、RS5 和 SW3、SW5。那这张表上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回音壁支持哪些无线后环绕音箱和低音炮。我们先来看这2对环绕音箱。RS3S 是金属面罩，侧面板有一种岩石质感的肌理，背面板是仿皮纹的肌理，后面有一个壁挂孔和一个螺丝孔，底部4个减震小圆垫，电源线插在背面的下方。RS5 是圆柱体，侧面是全织物包裹，顶面金属网罩，一个开关，一个位置优化按钮，硅胶材质，侧面的米色索尼 logo 有点凸起，摸上去软软的。背面的小盖子打开可以看到壁挂孔和螺丝孔，底部是一圈硅胶材质减震，电源线在音响底部，可以从背面穿出。RS5 更重一些，做工和质感比 RS3S 会更好一些。RS3S 内部有一只高频扬声器，一只全频扬声器和一个导向孔。RS5 的内部是一只高频扬声器，一只更大面积的全频扬声器，侧面有一只被动低音振膜，顶面是一只带倾斜角度的天空扬声器。RS3S 不可以充电， RS5 可以充电。官方数据是充电4小时，续航10小时，但这个续航时间实际上和看的片源有关系，片源里的环绕声越丰富，开的音量越大，耗电就越多。我的测试大概是从充满到用光，使用时间在14个小时。看的电影都是有环绕声的，游戏也是开启了杜比全景声， RS5 几乎是持续工作的状态下，中间也有不同时长的间隔，我觉得比较能反映正常的使用情况。RS3S 电源线是扁线，2角插头，长2米，所以它附近必须有插座。RS5 是圆线，2角插头的电源适配器，线长2米，可以充电，也可以使用的时候持续供电。如果你需要后环绕音箱，但沙发两侧或者后墙没有插座，那 RS5 能解决这个问题。
用 RS3S 无线后环绕音箱和不用相比，空间声场的范围更大，声音的包裹感更好，来自侧方和后方的环绕声指向性更明确。用 RS5 的话，因为多了2只反射天空声道，声场的高度会更好。RS5 的低音会比 RS3 更好一些。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2只低音炮 SW3 和 SW5。SW3 前后是织物包裹，前面1只导向孔，侧面和顶面是皮革肌理的贴皮。SW5 前后织物包裹，没有导向孔，底部是4周镂空的亮面材质，侧面和顶面是皮革肌理的贴皮。SW3 的低音单元朝前，直径160毫米，功率150瓦。SW5 的声音单元朝前，直径180毫米，向下还有1只被动振膜，没有导向孔，功率180瓦。SW3 和 SW5 的电源线都是1.5米长的扁线，相比单条主回音壁，增加 SW3 能带来更好的低频下潜和低音的亮感。有低音炮和没有低音炮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声音单元的尺寸和被动单元的存在， SW5 的体积能量感会比 SW3 更强一些，但是它们2个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像有炮和没有炮之间的差距那么大。从功能上来说，也不像从 RS3S 升级到 RS5 那么大的差距，所以我认为 SW3 是很有性价比的。第一，简单需求。如果你经常看的是2声道的片源，比如说国内的流媒体的剧集、视频网站这些，你的需求是声音比电视好，那其实用单条回音壁就完全可以满足了，从下到上根据预算选就可以了。如果你喜欢清晰厚实的原声，就在 App 里面关闭声场选项；如果喜欢开阔的声场，就打开声场选项。单条 A8000 和 A9000， 它通过声音的反射，配合索尼的360穹顶声场 2.0 的新算法形成的声场，我认为是足够用了。这也是索尼回音壁的优势，声音的厚重感、清晰度和声场的范围会比电视的扬声器直接提升一个维度，从电视到回音壁的提升是最为明显的。也可以给它单配1支低音炮，因为就算是2声道的片源，也完全可以通过增强低频的能量来获得更好的听感。第二，境界需求。如果你经常看的片源是多声道的，比如说蓝光盘、存在 NAS 上的多声道电影、国外的流媒体，或者是玩游戏的时间比较多，那一定要配合无线后环绕音箱，才能把这些优质片源的多声道效果给发挥出来。最好是把低音炮也配上，因为低音炮带来的听感不仅仅是低音更多，它会把中高频衬托的也更好听、更耐听。之前有观众问我说，目前的预算有限，在无线后环绕音箱和低音炮中2选1要怎么选？那我还是推荐先买无线后环绕音箱，以后再补低音炮。因为有了实体环绕音箱之后呢，环绕声的指向性会明显的更好。玩游戏的时候，怪还没有出现在画面中，你就知道它在哪个方向。追求性价比的话，用一台 A8000 来配合 RS3S 和 SW3 是索尼家庭影院里我认为很有性价比的选择。因为 A8000 的所有功能和 HDMI 2.1 接口并没有被阉割，它和旗舰 A9000 的区别主要是长度的不同。扬声器的配置上比旗舰 A9000少2个波束高频扬声器和4个被动振膜，
少的这些如果从单条回音壁上来看，差距还是有的。但如果你是配了低音炮和无线后环绕音箱的话，从整个系统的听感上来说，差别并不会有特别大。如果可以提升一点预算，把 RS3S 换成 RS5，那在进阶需求里面就算是更完美了。第三，顶配需求，如果你预算充足，直接选 A9000加 RS5加 SW5 95套装就可以了。在索尼目前的家庭园生态里面就到头了，几年之内也不用想着再升级，因为今年的 A 系列升级是一次大的改款，不会每年都有的。其实和95套装有一拼的还有一个 A9M2 加低音炮的选择。之前我做过 A9M2 的视频，从安装到使用，它是目前家庭影院生态里面最贵的一套，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套。它的详细介绍可以看我的这个视频。那今天这个视频很长，我把我体验到的所有部分全部都分享出来，希望对你有用。你可以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让他也帮你参考一下。那如果你还是拿不定主意，私信我，说明你的房间情况、显示设备、平时看的片源、预算这些，我会直接告诉你怎么搭配对你来说是合适的。我是考拉上校，我们下期再见。在这个场景里面，音效非常的丰富啊，就是他在走路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弱的高频音、高频细节音，看听到没有？听啊，听到了吧？天花板的那些金属行架咯吱咯吱扭曲啊，这个狗的声音不是这里面，这个狗的声音是我院子里的。听到吧？左后方另一个房间的声音，就是这个场景我知道是没有敌人的，所以我是还比较放心。但是你第一次进来的时候，你想象一下，你听到隔壁房间在响，就在你的左后方，然后你是不是就会很紧张？假如说没有声音，这个游戏的，你听到了吧？就在我左后方，非常清楚的左后方，定位极强，把它推进去。然后我进来了啊，然后进来这个房间以后，连空间混响的声音都变小了，因为这个房间小，然后这个房间的杂物比较多，这个房间我害怕。听到刚才右后方了没有？那我这边又是一个柜子，你知道吗？这个右环绕在这个地方，听起来像柜子里面在响，我的妈呀！这是一个有点恐怖的游戏，不能说是个纯恐怖游戏吧，像寂静岭那种游戏我根本就不敢玩。你用这个你不可能敢玩的，我觉得。但是如果有个人陪我玩，这游戏的音效做的太细致了，就是细致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沉浸感太强了，你知道吧？就一下就给我带入到末日这个氛围气氛中去了。妈呀！我右上角天花板在响，